欢迎来到人生有道，岁月如歌，道在其中，一起感悟人生。2025年，世界充满不确定性，经济形势波动，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，社会竞争日益加剧，地缘政治持续紧张。面对这些挑战，我们是随波逐流，被环境左右，还是主动出击，寻找突破？唯一的答案是激活自己。剑桥大学教授大卫·班布里基在《中年的意义》中提到，早年的生命因为新的挑战而延长，中年的生命因为缺乏新的经验而在眼前压缩。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：当我们停滞不前时，人生仿佛在加速流逝；而当我们不断接受新挑战、新知识，人生才真正被拉长。面对未知，我们最好的应对策略就是不断提升自己，打开思维，汲取新知，让自己始终处于成长的状态。激活自己不仅是对抗不确定性的手段，更是让生活充满可能的关键。保持学习，汲取知识能量。信息爆炸的时代，停滞就是退步。今天的社会变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，过去依赖的经验，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失效。我们不能再用10年前的思维方式应对今天的挑战。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持续学习，让知识成为我们的核心竞争力。终身学习，让自己始终保持活力。很多人随着年龄增长，思维变得固化，对新事物丧失好奇心，生活变得单调无趣。但反观那些持续学习的人，他们的思维更加灵活，行动更加积极，人生也更加充实。比如，比尔·盖茨至今仍保持每年阅读50本书的习惯。查理·芒格在90多岁时仍然坚持每天学习新知识。他们的成功与他们持续不断的学习息息相关。如何保持学习？每天阅读不一定是厚重的书籍，可以是行业文章、时事评论，关键在于获取新知识。学习新技能，如编程、数据分析、外语，甚至是一项兴趣爱好，能有效激发大脑活力。与优秀的人交流，多接触不同领域的人，能帮助我们拓展视野，获得不同的思考方式。让学习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。学习的最终目的是行动。很多人读了很多书，听了很多讲座，却依旧碌碌无为。原因在于，他们没有把知识转化为实际行动。学会思考，遇到问题时，思考如何用所学知识解决，而不是陷入惯性抱怨。学以致用，如果学了时间管理技巧，就去尝试改进自己的日程安排；如果学了投资理财，就去优化资产配置。不断试错，知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真正吸收。勇于尝试，哪怕犯错，也比原地踏步更有价值。提升认知层次，看到更大的世界。人与人之间的差距，本质上是认知的差距。你是否遇到过这样的人？他们的观点多年不变，始终抱怨外部环境，却从不反思自己。他们对新事物缺乏兴趣，习惯用旧思维模式解决新问题。
他们对世界的看法过于狭隘，只局限于自己熟悉的小圈子。这种认知僵化是最大的成长障碍。想要激活自己，必须不断升级自己的认知层次，看到更广阔的世界。一、跳出舒适圈，接触不同思维。很多人只愿意和与自己想法相同的人交流，久而久之，思维变得单一，缺乏深度。要提升认知，就要勇敢跳出自己的舒适圈，接触不同领域的信息，跨界学习，往往能带来新的思维碰撞。科技、经济、心理学都是值得关注的领域。与不同背景的人交流，社会学家马克·格兰诺维特提出弱联系理论，即远离你社交圈的人，往往能提供最有价值的信息和机会。尝试新体验，旅行，换个新环境工作，参加不同的社交活动，都能帮助我们看到新的世界。二、用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。认知的升级意味着我们能从更多维度理解世界。以经济下行为例，悲观者只看到裁员、破产、收入下降，陷入焦虑和抱怨；乐观者看到挑战中蕴藏的机会，如市场调整带来的低价投资机会、新行业的崛起。高手既看到风险，也看到机会，知道如何在变化中调整自己，做出最佳决策。培养多角度思维的方法。训练逆向思维，学会从反面思考问题，比如如果我失败了，最可能的原因是什么？客观看待事物，不盲目跟风，不因一时的情绪影响判断。多读经典书籍，经典书籍往往能提供跨越时代的洞见，比如《穷查理宝典》、思考、快与慢等。主动出击，塑造属于自己的美好人生。成长从来不是被动发生的，而是需要主动追求的。2025年，经济环境可能更加严峻，职场竞争可能更加激烈，社会变革可能更加迅速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主动出击，创造自己的机会。一、培养内生动力，不依赖外部环境。建立长期目标，短期内可能没有回报，但长期来看，一切努力都会有积累。坚持行动，哪怕每天进步一点，也比停滞不前强。调整心态，不把自己当受害者，而是主动寻找出路。二、掌控人生，不做旁观者。很多人习惯了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，却从不主动规划自己的未来。2025年，我们要做人生的参与者，而不是旁观者。学会管理个人财富，不乱消费，不盲目投资，掌握理财能力，让钱为你工作。塑造个人品牌，在职场、社交平台、专业领域建立自己的影响力，提升个人价值。健康至上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健康的体魄是面对一切挑战的基础。2025年充满挑战，但也是成长的机遇。只要我们愿意学习，愿意提升认知，愿意主动出击，就一定能在不确定的时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可能性。世界在变，我们的思维也要变。激活自己，让未来充满希望。